新闻项目最重要的公报节，现在乌克兰进行大反攻，而大反攻最大亮点是，现在乌克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都是北约装备。而这次北约装备彻底的对抗俄式装备的时候，你才发现俄式装备完全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而这个时候，中国非常的尴尬，怎么尴尬呢？他们才刚刚花了900亿元买了6套的萨姆400，可没想到在最近的战场上面。萨姆400完全被摧毁了。当萨姆400碰到了海马斯火箭弹的时候，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甚至你不要海马斯直接击中萨姆400，连在旁边爆炸的震波都会摧毁萨姆400。所以就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刚刚讲的已经变成2个世界，已经以美国、北约为主的一个世界，一个以中国跟俄罗斯为主的一个世界。就在这个军事对抗的时候，非常清楚，俄式装备已经明显的坠入下风。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进行了绝地大反攻。大反攻刚刚讲到，现在真的已经一寸土地一寸土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都已经进到了乌克兰的掌握之下。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边队当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道的吴子阳，大家好。好，第3位是时事评张宇轩，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姚慧珍，大家好。好，第5位资深媒体人赛虎之，大家好。好，第6位是资深的社会记者吕一峰，大家好。好，刚刚讲的，现在乌克兰进行大反攻，大反攻我们刚才讲的，以前呢，乌克兰的装备还是杂牌军，对，有的时候是俄式装备，有的时候是美式装备，然后呢混混杂杂的，就没想到这次一反攻以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单兵所有的装备，包括我的坦克，全部都是什么挑战者2号啦、豹2啦、海马斯啊，全部都是美式装备、北约装备。对，可怕在于说，当这个北约的装备一出来了以后，俄式装备完全不是对手。所以看到，虽然没有到摧枯拉朽，可是真的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地点一个地点的。都被乌克兰夺回去了，而且目前乌克兰全线在往前推进的这个过程里面，用这个欧洲跟美国的这个装备打的俄罗斯装备根本是完全抬不起头啊！那你知道6月12号是俄罗斯的国庆日，这一天照理说了，应该普丁要出来讲啊，就没想到他现在只能够呼吁什么，大家要团结啊，因为没有摸包啊嘛，因为前线一直不断的溃败啊，现在整个俄罗斯是已经处在一个艰困的时刻嘛。这么骄傲的普丁，对，他居然承认俄罗斯现在是艰困时刻。为什么他艰困？我们先来从地图来看。第一个，我们之前不是讲吗？目前乌克兰是4面推进，一个在乌东巴赫姆特这个地方往前推进，另外在乌南这个扎波罗这边往前推进，在乌东跟乌南，我们前几天讲4个村庄，现在已经夺为7个村庄。好，再来就是说中间这一条路来说的话，要往这个马利坡打过去这一条路，对，目前为止已经往前又推进了大概1.5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样目前持续的在往前快速的这个推进。对，那你更不用讲，在比尔哥罗德之间，叛军一直不断的骚扰你的一个状况啊。那另外一个还有目前为止，在这个赫尔松这个地方，水慢慢退去，这个部分岛也要开始进行这个反攻啊。所以目前是全线的在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施压。这是你以前讲，现在乌东它已经经营非常久了，已经对抗非常久了，所以俄罗斯在这边它不是一道防线，对，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防线，就这一层一层的防线。抵挡不了乌克兰，目前完全没有办法。你看这个目前泽伦斯基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要再前进，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为止，乌克兰要把握现在最好的反攻的黄金时间。我说为什么是黄金时间？宝杰长，现在外在因素来说的话，俄罗斯、欧洲都是很怕什么？油价大涨，天然气大涨，最近大跌啊，所以现在欧洲呢有恃无恐，我可以全力帮你，因为我再打下去，油价不会上涨。对欧洲来讲，他已经不怕这个困扰，没有能源问题了。对，所以你看，乌克兰现在讲越来越大声，乌军反攻的最终目标是要夺回所有的乌克兰土地，包括克里米亚。克里米亚都要拿回去，对，所以就要讲。那普丁怎么办？没办法，所以普丁只能说我们大家团结吧。难怪是艰困时刻。对，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的叛逃军官都说，我们目前整体的士气非常非常的低落。为什么非常低落？我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你目前为止，你俄罗斯的装备 T80M 的这个坦克啦，T90坦克，宝姐面对到豹2啊、挑战者2，完全不是对手。所以他们现在操作明明就是我们最顶尖的武器啊，被你打好玩的。另外是什么？我们这个俄罗斯非常引以为傲的萨姆400哦，萨姆400的话，中国这一次也是很仔细在看你萨姆400到底表现怎么样啊？因为中国之前呢下了这个900亿台币的这个订单，900亿一套萨姆400折合中国买是买了5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状况，就没
想到，他们这几天看到一个画面，完全傻眼。这个萨姆400不但拦不到你海马式打出来的飞弹不说，你知道，还被因为已经在旁边先爆炸之后，结果这一台萨姆400被旁边的这个爆炸震波波及之后，整个垮掉了，整个坏掉。坏掉就宝杰知道为什么傻眼吗？那一颗海马式的飞弹只有500万美金，你这几台爱5亿。就500万美金就把你5亿干掉了，所以你知道对中国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为什么普丁真的很尴尬？我最好的精锐武器全部在乌东战场被乌南战场被打的完全是摸名转倒灰。那对中国来说，我未来的我买的这个萨姆400没有用啊。那对俄罗斯来说，我未来打不了海马式，我未来的武器该怎么卖？所以现在真的是愁眉苦脸的一个局面。好，另外就是俄罗斯在刚开战的时候讲，我们取得很好的战果，我们做了很多大外宣。现在乌克兰的豹二坦克被我们一个一个给摧毁，结果第一个讲。豹二坦克那是假的，那根本就是一个根据机。第二个更夸张是，的确豹二坦克出现了问题，对，可是很夸张，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武器都被开罐，对，整个坦克被炸开，对，结果豹二坦克被炸有被炸，是，就只有履带坏掉。对，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装备经过这一场这个战争之后，终于被证明说完全是这个中看不中用。好，所以乌克兰越讲越大声说，我们已经收复了7个定居地，对，涨回的领土到了90平方公里了。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原本在巴赫姆特前一阵子，俄罗斯在说，我们已经全面控制了，就没想到现在又开始乌克兰往前推进。你看蓝色的部分就是目前为止乌克兰重新夺回的这个部分，包括在巴赫姆特啦，在阿夫迪夫卡啦，包括说马林卡这几个村庄，完全都开始打下来。对，所以我们讲，事实上目前乌克兰副国防部长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几天收复了7个这个定居地，掌握的面积来到了这个90平方公里左右。另外一个，这个乌克兰在这个东部司令的这个发言人就说，我们开始持续对巴赫姆特的这个侧翼发动攻击，并把俄罗斯军队击退达700米左右。所以我就讲。现在在乌东战场上面来说的话，三面开花，就目前为止，俄罗斯完全扛不住，对，开始在往后退。那不是只有在乌南战场，不是在乌东战场，我们讲乌南战场也是一样啊。这乌南战场就是顿内茨克这个地方，我们讲下面就是马利坡，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乌克兰想要往下贯穿到马利坡，所以你看他们有3面的这个蓝色的旗帜，就是3面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况，有4面进攻，一个在舍甫琴科，一个叫新马约西克这个地方，还有新顿内茨克，还有另外一个主力部队是沿着河谷往下前进，所以现在等于是你看4面，目前为止。乌克兰是完全4面在往前推进，我们不是说它往前推进，它这是第35海军陆战队，他们现在开始往前推进。所以呢，我们讲乌东战场，俄罗斯已经输了，在乌南战场顿内茨克这边也是全面在往后撤退的一个过程。而且你看，他们现在一个村庄一个拿出来村庄，你看他们的装备，你看他们的士气很可怕。对，没错，这是什么？他们在收复的这个村庄里面开始，你看摆上乌克兰的国旗，另外就拍说，我们现在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巡查，而且确定说这个地方为我们所重新拿下来，这就是目前乌克兰在做的一个动作。好，那现在大家最关心是，你从顿涅茨克这样一路下去，对，会切到马利坡吗？是，如果切到马利坡，整个乌军不就被一切为2了吗？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在下面呢，在顿涅茨克这个地方有4面往下打，对不对？所以现在真正的主力部队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军队沿着这个河谷，这边有一条河，他们沿着河谷往南快速的贯穿。你看，目前为止来说，看这是在目前为止在上面一个村庄叫大诺沃西尔卡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你看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完全都被开罐，被完全击败的一个状况。对，俄罗斯的军队完全在往后撤退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队，他们这个放的一个画面是，他们用这个乌克兰的坦克向俄罗斯阵地发射了125毫米的这个高炮弹的这个状况。所以看现在所有的画面都是目前为止乌克兰的军队在往前推进，甚至你看在这个斯托罗洛夫的这个村庄里面有很多俄罗斯军队在投降的这个画面。对，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乌克兰是快速的往这个河谷的方向往前推进。那你知道吗？这时候俄罗斯要干什么事情吗？因为有河的地方就有水坝。所以他们又炸水坝了，准备要再炸水坝。为什么要再炸水坝？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河谷就是这一条河，对，这条河来说的话，就莫尼卡亚雷的河流，这一条河流，他们往南推进。往南推进的时候，你看，目前为止，我们讲上面几个黄色部分都已经被乌克兰所重新光复回来。这个水坝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水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俄罗斯现在准备把它完全摧毁。这条河流是莫克里亚利河的这个河流，我在这个上游水坝把它炸开，炸掉之后就准备
会让你这样水淹下去之后，你的军队就会比较慢来。而且他刚刚不是讲吗？我现在不是把乌东、乌南地区我要夺回来，我现在连克里米亚我都要夺回来。我要夺回克里米亚，我就要在黑海进攻。之前董事长一再强调了，他会主要在攻击黑海舰队。真的打黑海舰队了，没有错。目前为止来说，乌克兰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乌克兰在乌南战场来说的话没有问题，它目前地面是占优势。空优来说的话，要等联军的 F16，它就可以掌握。另外还有什么？我要把海面也把它清空。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它开始在突击什么黑海舰队，它开始往黑海里面的这个很多，包括说俄罗斯的舰队开始攻击。你看，这个是黑海的这个6艘这个乌克兰的航行的高速航行的无人舰艇，它开始在袭击。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的巡查、侦察舰各方面的这个舰，目的在为什么呢？他们准备把这个水域呢，也把俄罗斯的舰完全清空之后，我控制了水域，控制了空域之后呢，目前为止我就可以看。说这是俄罗斯的战舰，对，被乌克兰的无人战舰给炸击毁了。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海空海陆军来说的话，乌克兰完全占尽优势。现在真的对俄罗斯来说是处在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好，玉凤，我跟你讲，虎迪以前是大帝耶，他是沙皇哎，他多么样的骄傲。在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也是在宣传说我们可以碾压这个世界。可没想他现在讲，这是我们的艰难时刻。对，除了讲艰难时刻，他身体也表现出来，这是普丁跟这个所谓的一少一股两人同时出现。你有没有注意？普丁从头到尾就不看绍伊古，而且什么？我就背对着你，我正眼都不看着你。对，其实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大家都问人说呢，其实俄罗斯来打乌克兰应该是得地两光，应该3个月最多6个月就把乌克兰给弄起来了。现在打了15个月还打不完，而且呢叫输了。对，而且是节节败退。所以呢，他绍伊古2个人以前呢巴蒂，以前呢站出来的时候呢，那感觉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心腹、自己的核心。对，这个画面是在哪里？我们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呢，其实兵员已经不够了，而且甚至已经开始有人在叛逃的情况之下呢，他到了医院，然后到医院的时候跟谁座谈？跟很多受伤的士兵座谈，告诉他们说，跟伤兵座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再回来，然后我们授予你荣誉奖章，我们给你加薪，要希望他们可以来再重新回到战场上面。那这个东西在受接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看一眼绍伊古，然后呢转身背对他。其实大家从头到尾背对他，而且你看绍伊古的表情多么尴尬。对，表示说其实西方有这些行为的肢体学的专家来看，他说其实2个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好，那另外就这样。其实你在所有的战事里面，你发现这个战事开始反转，开始出现不利状况，你就看有一个部队出来了，督战队。对，督战队什么？你开始有部队要撤退，你部队要逃亡。我跟你讲，就像以前中国的大刀队一样，我就把你宰了。现在这个画面就出来了。现在真的出现了俄罗斯的士兵想要逃亡。当这个俄罗斯士兵要逃亡的时候，督战队就出来了。好，我们先来讲，其实之前战况不好的时候，普丁就讲过一句话：我们1寸土地都不会让。那时候西方媒体还笑着说：你们现在已经节节败退了，怎么办呢？普丁说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没想到这办法竟然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督战队啊！这是一个战斗的话，有7名的俄罗斯士兵呢，发现前面打不赢乌克兰的装甲坦克，往后逃的情况之下，从树林里面跑出来3个人。你看到一开始这7个人其实想要撤退的，对，但是树林上方的树林跑出3个人，这3个人是直接拿着长枪、拿着机枪来扫射。扫射的过程当中，大家就说：奇怪，乌克兰不是在后方吗？怎么有？其实你把它放大来看，这个是俄罗斯他们自己的人，都是俄罗斯人，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说你在战线的后面的第一排呢，其实他们有一个督战队，督战队呢就是拿着枪的，只要你敢逃离战场，只要你敢往后退，没有第2句话，就直接可以被打死。这个画面其实令人很震惊，为什么呢？7名的俄罗斯士兵就这样的画面一个一个倒下去。对，这个东西来讲是第一次有影像曝光，原来之前普丁讲的1寸都不让是真的，而且督战队来打击自己的俄罗斯的一个士兵，杀自己人的话，情况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的士气来讲打击非常的大。好，那另外现在在逃亡的只有俄罗斯的士兵吗？没有。现在在俄罗斯的边界也出现了大逃亡潮。我们今天讲到，在别尔哥罗德这个本来非常重要的俄乌之间的一个边境，乌克兰所控制，就没想我们刚刚讲，之前不是讲在别尔哥罗德很多的城镇出现大爆炸吗？大爆炸的时候，俄罗斯的政府、俄罗斯的军队竟然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在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状况下，这些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就在别尔哥罗德，这些人扶老携幼的全部要跑了。我们先来讲贝尔哥罗德它的重要的一个位置。贝尔哥罗德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它就是在俄罗斯自己的境内。所以呢，当初打仗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他们很多的亲戚朋友
就在乌克兰，所以呢，他们是往来很频繁的一个情况。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包括自由军团，包括其他的一个反抗军团已经进到里面。进到里面的话，俄罗斯也说了，他们可以瞬间的把这清扯，但是没有把他们给扫荡。现在来讲的话，贝尔格罗德他们的一些国防的大楼，甚至呢这些大楼都被炸到。炸到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就想要逃走，可是他们说，现在俄罗斯撤退他们的方式，给你们一组假电话。因为这组电话呢，假电话原本有时候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是要告诉你说你到哪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个火车或是另外一个地方接应，有这个地方来接应把你接去。可是打这个电话进去的时候，他们说空话，对，空号接不通的，所以他们现在就一直在抱怨说他们被俄罗斯骗了。对他们说，现在来讲，我们就在俄罗斯的境内里面。贝尔格罗德人说，那我们现在要逃去哪里？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他们现在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在这边等死，另外一个就看看说到底什么时候会被打过来。好，董事长，之前俄罗斯的武器曾经被吹上天，而且中间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叫做萨姆400，当时还被誉为说是全世界最好的防御的武器，而且这个萨姆400可以抵御任何飞弹的攻击。可没有想到，这次在俄乌战场上使用了以后，太可怕了，它完全挡不了。第一个，你挡不了无人机；第二个，你连海马式火箭弹在你的旁边爆炸，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这个装备用到北约装备以后，它有一个特性，它特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有好几层的空中的情报跟搜索的这个侦察的能力。对，那这个能力是目前俄罗斯不具备的，因为俄罗斯的整个间谍卫星，目前我记得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5到5具间谍卫星，对，它还要跟中国借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它有卫星，然后有侦察机，有无人机，然后再加上海马式的雷达，对不对？然后这个整个搜索系统是非常它是整个数据链非常完整的嘛。那当你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单个的一个防空飞弹的话，那个它有什么意义？当你防空飞弹一打开的时候，是不是会变怎么样？你被暴露你的目标了，你的电波，你的无线电波马上就被人家锁定了嘛。对，在锁定的情况之下，那一定没有问题了，一定被干掉了嘛。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也就是说，在科技在这一部分完全是已经是它属下风了。我要讲另外一个，它不但是海马式哦，它包括连 M777 榴弹炮，对，那榴弹炮的精准度都是能够射后。马上快速射击，快速转移阵地了。对，为什么？他不要再去调整炮位了，你知道吗？方位什么都不要看了，他就是 GPS 一锁定，对，立刻就开始射击。然后呢，他的这个射击的快速移动能力已经超强，而且他那个雷达锁定能力也比过去的一般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这些防炮的力量，对，要精准的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这完全是不同世代的。所以我们讲，点线面，你俄罗斯再怎么强，点你可能是世界第一，对，可以打到了线，打到了面，就不是北约的对手了。对，所以说为什么他这个乌克兰这次而且乌克兰现在还做了一个新的处理了。他们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跟着北约联手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Starlink， 他们跟 Starlink 完全连结。因为跟 Starlink 连结的情况之下，换言之讲，他就不要依靠美军的，当然也是美军啊，对，就也是美军的军规的 Starlink 讯号，那个 Starlink 就比原来的它的高空的那种间谍卫星的话，弹性更大。所以你说弹性更大，然后跟无人机连接，对不对？所以它那个锁定跟轰炸力量是不是更强了？而且它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我刚刚讲的，已经不是在讲海马式了。就光榴弹炮本身，对，拐的榴弹炮本身的这个射击的炮弹，所谓的带有这种飞行能力的炮弹，制导能力的炮弹，都已经比以前要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两相之下的这个精准比例完全差很多。所以说不是萨姆400对抗了海马式，是2个不同的规格的战争，不一样，因为它那个整个事情变成一个整个北约把这个整个乌克兰战场搞得变成立体化了。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俄罗斯只有靠量来取胜。对，在大量的兵力、跟大量的火力、跟过饱和的大量的攻击，来用整个全面性的覆盖，这个是俄罗斯老套。他这样还是用这一套，还是用这样。所以你看乌克兰的作战方式，它分成好几个战场，它现在几个突破点，目前公布的是4到5个突破点，对不对？但真正是总共，它这个叫做火力侦察。
他一进去的时候，对，一进去他是带着一个很强的兵力去做侦查。那我们的所以他是现在是尖兵阶段而已。对，然后开始如果成功的话，发现这个是他的软弱的地方的话，他后面的军团就进来了，就有大兵力的有预备队会丢下来嘛，就会有突破的可能性。所以他现在目前是整个的兵力，这整个战线目前啊800多公里，它800多公里是很大很长一个战线啊。你要怎么样的这个大覆盖的地方，你就是变成你的空中的雷达的侦察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对，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北约提供了乌克兰整个空中侦察能力。所以他现在在什么阶段？大家都不要误会，目前不是在进攻，他还在一边侦察一边在开始一边在攻击。对，他在找到他那个弱点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个大量的突破。所以目前在这个阶段，到底打哪里，最后决定是哪一个作战点，目前其实还是不明确的。好，慧珍，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感觉上有点像难兄难弟。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还讲，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帮我们？但现在中国可能自身难保，因为媒体想讲，中国竟然进到了一个大还债的时代。对，这个应该第一件事情是中国现在债务的问题真的是比美国还要严重哦。他们现在统计出来哦，它光是非金融信贷的总额就高达44.9兆美元哦。那他们整个中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现在已经来到295%。那美国之前不是说什么政府因为缺钱啊，债务很高啊，要关门？美国也才257%。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可以说是从中国的中央到地方政府，甚至到个人，全面都已经进入一个大债，而且现在要大还债的一个时代。他其中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国人，他担心说，我现在有工作，我可能明年都没有工作，所以他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他开始疯狂的还房贷，他把所有身上的钱有现金的话，他赶快还掉。所以他们现在不消费，然后也不愿意举债啊，赶快就是把存款、把债务还掉，然后或者是说想尽办法把钱留下来。那光是第二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建设，不管是你的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带头的进行的一个基础建设，或者是你的企业、民间企业必须要投资啊。要火车头啊！对，你要火车头，就是你知道他们说现在中国他们民间企业的投资今年前4个月竟然只有连1%都不到，所以就变成这全面熄火。所以他们就说1%都不到，民间投资现在连1%都不到，所以他们就说没有投资，我未来怎么收获呢？对，所以他现在就讲说，为什么会进入到大还债时代，会造成这个未来的一个经济的问题，就变成是中国的经济现在火车头全面熄火。那它的大还债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看，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他居然选择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河南商丘。河南商丘，他觉得，原来河南商丘这几年他建了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机场，他盖了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高铁，他甚至也做了很多漂亮的高速公路，这么大的基础建设，结果他讲什么？他现在穷到什么程度？穷到连公车司机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你有机场，你有高铁，你有高速公路，就你最简单、最基础的公车，你不能运作了。它可以说是完全是贵州的再版哦，完全发展的情况跟贵州一模一样。这个商丘市面积大概是跟美国的一个肯塔基州一样，它差不多大的一个地方哦。它甚至规划未来的20年，它有庞大的铁路、公路和内运河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那预计呢，在2020年，其实就2年前，它已经完成高铁114公里，还有多条铁路在商丘这边进行交汇。他们已经预估，你知道吗？2025年它要怎么样？它高速公路的一个覆盖率要高达87%，真是吓死人。然后，真的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他就说，即使是这样子，而且也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商业活动在这边进行，就盖了半天。都没人，你知道吗？它从高铁站前面几乎完全没有人进。你现在看它的非常的高速公路，你有没有车子？没有车子，没有车子，所以高铁也没人。高铁站前面跟里面都没有人。
结果呢，你的高速公路上就完全没有车子，但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包括一个就是要规划成它那个机场地方，现在还是一片的空地哦。现在看到画面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航空城哦，它还有东方航空4家，还有航空城，对，所以你就觉得非常荒谬。你 K 干的问题其实都没人啊，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地方政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31个省级政府全面都是赤字，商丘还用过超过1/3的税收，你知道他回来干嘛吗？他来还债的利息，还不是债的本身，是债的利息。所以现在情况是，他们真的举债过高，现在连百姓日常生活要仰赖的这些公车，仰赖的这一些日常生活的运作，都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房地产一直它的火车头，现在这个房地产跌到他们做了一个统计，有100个城镇的房价是全面下跌。对，这100个城，你没有看到全部，只是跌幅的不同一页，全部都是一面下跌哦。北上广一大堆，全部都下跌，北上广都跌了，全部都跌。而且你知道吗？他说这是历史首次，100个城市的房价全部下跌哦。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在北京，连北京这种天子脚下的卖房，都一下子一夜之间大打折，降了20万元。然后呢，就是高达了几十2万套的房子全部都是要出售。就更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现在杭州，我们都知道，其实杭州是相对来讲非常富裕的城市。我们以前去杭州的时候，台商带我们去的时候，他讲邓本能满扣，我还以为是台币拍成人民币。就咋办？对，所以那个老板直接就告诉我说，我基本上那个中国这边请人可以讲，不过我唔知每记得我到底是请人民币还是台币，因为一顿晚餐2万块人民币，真的也是实在是太夸张了。结果没想到现在杭州出现了什么状况？杭州房子也滞销，他为了要卖房子还要送黄金他说你只要来买我房子，或者是你来预约看房的话，我送你1公斤的黄金，相当于台币也是破100万。显见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火车头也是熄火了。好，宇轩，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荒谬的是，导播我们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中越边境，这在云南跟越南的边境弄了这样的铁丝网，上面还通电哦。这个通电是干嘛？本来是防止越南人越过边界跑到中国去找工作，就是我要防止越南的黑工，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反过来了。现在这个铁丝网是防什么？防止云南人跑到越南去。对，所以宝杰哥何其讽刺啊！这有一句成语形容，包括我们刚才讲到欠债问题，叫人去楼空，楼也空了，现在人也要跑了，就看不懂。现在大陆搞的演出艺术就叫什么？全员逃跑中。我们怎么讲？全员逃跑中。对，全员逃跑中，真的是全员逃跑中。来，我们从云南这个地方来讲起嘛。奇怪，你说，云南跟越南怎么讲？越南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怎么会想也想不到说，都只有越南去偷渡别人份，怎么会是变成中国人？现在改了，反转过来是中国人要跑到越南去。好，我们就先看第一支画面嘛。第一支画面多好笑，它地点在中越丽江的边境。那这个边境很长总共是500公里。你说这500公里做什么？做什么防止的？原本大家以为说，大家看，就这个画面，来。你看他们先是一个男的，你看奋力，即便那个铁丝网是有倒钩的，对，他整个人经过是会整个血肉模糊，整个会这个血肉破绽开来，就没办法，他还是坚决要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女子，你看，那是女的耶，对，卡在半空中，就是急忙跑过去。来，我们大家先看这画面，我们不讲，因为就说，是不是越南人要偷渡到中国去？错了。是云南边境的人要跑到越南去，各位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左边是云南，右边是越南。对，好，那你说这个只是 level 1而已我们待会还讲到更夸张 ，level 1只是这种铁丝网，大家想说，看起来像越狱风云，这个全逃跑中没关系，随便你讲。但更离谱的来看到就是第二画面这个，第二画面这可不简单的。他待会还会给你看到，其实你以为这只是高墙，只是铁丝网吗？错了，它这个同样也是在云南跟越南边境，但它还有天眼系统。什么叫天眼系统？你如果想要跑过来，我会用 AI 人孔辨识知道你是谁。你说等等，如果说是越南人 ，AI 辨识系统有用吗？对不对？这是不是逻辑上那个盲点？对，你越南人，你哪来他的资料库？他没有资料，所以显然他要防的是谁？防中国。他要防的就是中国人呐，他就防中国人说，如果有人要跑到越南去，我们要赶紧把他抓起来。对，更可恶是什么？它上面还通高压电。他刚刚那支影片他还有怎么样？
它有一根电线杆，就这样直挺挺的直接连接着那个铁丝网。对，所以你想要越过去，不好意思 ，AI 人脸辨识、天眼系统外加高压电，就是不让你中国人跑过去。但中国人还爱面子。官方总不能承认说我们的人不断往外流吧？所以他怎么讲？他说这个叫做边境，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要管控。还说我们这是要防止这个相关越南来，然后呢，越南直接吐槽说，你这个东西不只是会电到你自己中国人，还会发生一个状况，我们的这些农畜牧，这些羊啊、猪啊、马啊。我们就是怕被你电到，所以你想说奇怪，越南人只是这么好心，还特别放中来，不，是他这个边境管制已经影响到越南人自己本身了嘛。